大家好，我是还在学音乐的阿孔。上一期影片为大家试弹的这台窄键钢琴雅典娜，那今天我想要聊一下这台琴的操作和功能。琴本身和键盘的尺寸相关数据，还有 I/O 的部分我在第一期视频中已经聊过了。那详细的技术功能指标，这个网址有列出来，我就不复读了至于这些眼花缭乱的功能要怎么实现，主要就是利用机身上面这一堆按钮和这个 LCD 萤幕。我这里不提详细的操作，因为讲这些比较无聊。如果你买了琴，只要看说明书自己尝试就会了。我这边大概说一下就行。这个说明书我是读过一遍的，它的封面有一个二维码连到官网的一个页面，应该是为了像我这样原先弹习惯普通钢琴的人准备的。但是截至拍摄当下为止，这个页面还没有内容，所以我就先把二维码和网址屏蔽起来。如果你买了琴，再自己上去看吧。不过我可以大概想象到是什么内容。我在和公司创始人 Linda Gould 通信的过程中，他和我说，小手在弹普通钢琴的时候因为要不断扩张拉伸自己的双手嘛，所以会不自觉累积很多用力的习惯，以至于你在一开始弹窄键钢琴的时候，需要一个过渡期，去学习如何用真正自然放松的方式弹琴。他也提供给我很多教学的连结，我想这个页面应该就是这些资讯吧。他说的都非常对我自己也是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完全适应了雅典娜。不过好不容易适应的，等一下拍完视频我就要把琴打包起来寄走了，因为这个琴不是我的我的琴要几个月后才会寄到。真的是有点难熬好，不说了然后这个键是电源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启动，实测大概8到9秒开机完成。这个是音量旋钮。LCD 屏幕上可以看到目前的设定状态。整台琴内建的音色共有750种，涵盖钢琴类、电子钢琴、管风琴、手风琴、吉他、弦乐器、铜管乐器、管乐器，还有一些合成的音效等等。开机预设的001号音色是 German Grand 1， 转动这个转盘就可以快速调整音色。002就是我在上期影片里有用过的 German Grand 2。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2号音色，感觉整体的响应曲线比较好控制。不过如果你想要的话，每一种音色其实是可以自己调整相关参数的，在说明书第16、17页。我把750种音色都浏览过一遍了然后我是有点惊讶的，因为我用过的电子琴或数位钢琴内建的音色都不怎么样，从来没有觉得它们很实用。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雅典娜的音色库效果还不错。虽然现在大多数人编曲创作都会用软体音源配合编曲软体来做，那效果一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你的琴已经内建不错的音色，那透过直接录音来创作一些作品也是很有趣的。以后我有时间一定会试试用雅典娜来做一些创作。这里举出几个我觉得效果比较好或是比较有趣的音色首先是上期视频使用过的062管风琴音色。感觉还是蛮有气势的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管风琴音色也是很不错的，比如这个642。这个283号法国号的声音我也蛮喜欢的。这个旋律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出自哪里知道的在评论区说一下。这个266号我觉得挺有趣的，它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像那种低音大提琴的弦乐的声音。
不过重点是啊，如果你去弹这个最低的琴键部分，现在画面可能看不到，但是我现在弹那个最低音的几个琴键，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侏罗纪公园》里面恐龙的叫声？另外一些笛子的音色我觉得也不错，像这个353号。这个397号舞厅音色。还有这个422号也是蛮酷的。还有这个357号高音笛的音色。这个旋律出自哪里？知道的人可以发在评论区，知道的真的算你厉害。这个678号管弦乐音效特别适合那种一惊一乍的效果。然后里头有一些音效听着真的是挺好笑，像这个614号笑声。还有这个615号尖叫。594号狗叫。609号火车。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的745号海岸声音。听着感觉特别舒压。好的音色就是说这么多吧，大家如果有琴的话，自己再多探索。琴的其他功能方面，你可以把键盘分成高低2个音域，然后指定不同的音色。高音区还可以叠加2种音色，这都是电子琴很基本的操作。你可以把键盘从中切一半成为双钢琴模式，两边音域相同，这样方便老师和学生坐在一起进行教学，或是2个人合奏。所有数位钢琴和电子琴都有的移调功能和节拍器，它当然也有。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它左边这个摇杆，这个摇杆左右扳的话是 pitch bend， 就是弯音或者说滑音效果，然后往上的话是 modulation 调变，发出类似颤音的那种效果。是不是挺好玩的？琴函内建有丰富的伴奏音乐，然后说明书上说它可以自动针对你左手演奏的和弦做出调整。另外还有90首内建的演示歌曲，包括许多钢琴曲。不过我感觉不是真人演奏的，而是 MIDI。插入空白的 USB 随身碟，可以把弹奏直接录到里面，以 WAV 或是 MP3 的格式储存。虽然有很多这些眼花缭乱的功能，但作为一台数位钢琴，其实我更在乎它钢琴方面的表现。这部分你可以到选单里调整琴的触键曲线，另外还可以变更调律模式。顺带一提，这个调律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乐器都是用所谓的12平均律，把一个8度内的频率平均切成12份。这样的好处是你不管在哪个调上演奏，听起来都是很和谐的，移调会很方便。你也许觉得这听起来很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这需要很强的数学能力才能做到。历史上有记载，首先求出这个所谓平均律常数的是16世纪中国明代的朱载堉，后来可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传入西方，然后才用在西洋乐器上。
但不管如何，在12平均律之前，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西洋调律法，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我就不展开了。反正在雅典娜里有这些选项让你自己把玩。琴弦彼此间泛音的共振，踩下踏板后的共振，还有踏板的噪音模拟部分也都可以调整。与电脑连接的部分，透过 USB 线就可以实现，让它变成一台 MIDI 键盘。那这样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啦，比如说你就可以接上软体音源来使用。如果你的电脑硬体够强，那效果一定是比琴内建的音色更好、更细腻的。等我自己的琴到了，我也打算这么做。透过 MIDI， 你也可以和你的编曲软体联动，或是和 Chordy App 或 Midiculous 这类的软体协作，显示出弹奏的音。这种操作我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使用过。如果你是钢琴老师，用这台琴来做远程教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不弹呢，长按电源键1秒就可以将琴关机。下面讲一下这台琴我主观认为的优缺点。我拥有过直立式钢琴，以前学琴的时候也常弹老师家里的平台钢琴，然后我拥有或弹过不少数位钢琴和电子琴所以应该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为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参照我下面说的优缺点是拿雅典娜和我目前使用的卡哇伊 CA701 来做对比，给大家做个参考。不过要声明的是CA701 是卡哇伊的高阶数位钢琴，它最便宜的价格也要4900块美金，而雅典娜的价格是2500块美金，目前还有打8折，所以根本不到它的一半价格，这样比是有点不公平的所以与其说是比较这2台琴，倒不如说如果未来有一台5000块左右的新版雅典娜，我会希望它改进了哪些功能。第一个优点当然是符合 DS 5.5 标准的窄键设计啦，这一点我上个影片聊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弹起来真的是比普通钢琴轻松太多了说是小手救星也不为过。内建的音色种类和数量丰富，质量也不错，然后有一个挺有趣的摇感，启动比较快速，比 CA701 快多了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CA701我实在不理解一台数位钢琴开机要40-50秒才能使用是什么情况。当然我也理解它是有内建一个安卓系统要花时间把所有的音源和功能载入，不过真的是等太久了我感觉随着时代发展，用越多新科技的数位乐器开机就要越久，真的是有点违反常识可以直接录音到 USB 随身碟，这点不错。然后提供传统的 MIDI in-out， 这一点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很有帮助，比如你要连接一些 MIDI 的硬体等等。最后它的重量够重，所以弹起来很稳定，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有一些数位钢琴它的琴床不是很牢固，所以弹起来有时候感觉都有点快变形了。最后这个优点其实也可以算是缺点，它的重量实在有点重搬动比较费力，不过你如果放在家里弹就没有差别了。然后它的触键及内建的钢琴音色和高阶数位钢琴相比有差距，不过这2点我觉得是非战之罪毕竟像卡哇伊或雅马哈这种大厂都有非常雄厚的数位钢琴制作经验，而且我上面说的价格的差别毕竟摆在那边，对吧？钢琴的音色反应曲线需要时间适应，这个严格来说也许不能说是缺点吧，毕竟像前面说的你需要一个适应期，然后可能也和选的钢琴音色有关，像我说的这个 German Grand 2， 我感觉就比 German Grand 1来得好。还有内建喇叭效果不是很好，耳机及 Line Out 底噪相较来说比较明显，附的踏板效果也不像 CA701 那么细腻。不过我上面也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终究会使用软体音源和监听喇叭或耳机来使用，其实上面这几点也全都不是缺点了。最后是没有蓝牙，这点蛮可惜的。我的 CA701 能够当作蓝牙喇叭来使用，这样我学习的时候只要在谱架上摆一个平板电脑，电脑和钢琴的声音就能统一从琴来发出，这样戴上耳机学习的时候就真的很方便。好啦，这个就是窄键钢琴 Narrow Keys Athena NK 5.5 开箱评测视频的最后一期，希望对小手的朋友有帮助。那我们下次见希望下次看到你的时候，你也还在学音乐。